医生报警之后，警察还没到，就又送来一个白人患者，症状和前面几任如出一辙。很快，3辆警车便赶到了人民医院急救中心。为首的警官立刻向急救中心的主任咨询情况。那主任扶着额头感叹道：“真是见了鬼了！一晚上送来好几个外国友人，无一例外都是服用西地那非过量，有一个现在还没脱离危险呢。”警官惊讶地问：“西地那非，就是伟哥呗？”“对。”主任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咱们俗称的伟哥。这种药副作用其实不是很大，但凡是吃这种药，吃出很强副作用的，大概率都是吃的太多了。”警官尴尬地说：“医生，这几个外国人吃伟哥吃多了，我们警察不太方便介入吧？这传出去，好像我们金陵警方还管着外国有人吃药的问题，影响不太好啊。”主任说：“尽管我就怕他们这帮老外再搞一些什么不正当的事情。都说老外玩得开，电视上也经常说这个嘻哈歌手的派对，那个美国富豪的私人岛屿，我是怕他们在咱们的地方干一些不要脸的勾当，再给咱脸上抹黑怎么办？”这个警官一时也有些犹豫。涉外的问题，他们一般不喜欢接手，这种事情总是牵扯很多，有时还会把大使馆也牵扯进来。可是如果真的够上治安甚至刑事案件了，不管又不合规矩，无奈之下，他便开口道：“这样吧，我们先核实一下他的身份，看看他们在金陵的居住地，看看是不是一个地方来的。然后你这边那些状态还可以的病人怎么样了？能不能让我们简单的问几句话？”主任道：“几个已经洗完胃的没什么问题了，就是要吃多了，血压高，可能还有点不舒服，不过应该是可以接受问话的。”警官便道：“这样吧，有没有空的病房？”“有的。”主任道：“今晚急救中心除了他们，倒也没什么其他病人了。”“好。”警官道：“那就辛苦帮忙准备2间病房，先把2个人安排进去，我们分开问一下。”“没问题。”此时的汉克刚刚做完洗胃，医生给他输了一些降血压的药，他的状态也稍微转和了一些。这时2名护士把他的病床从急救室推出，准备推到其中一间病房。此时他和其他人一样，都在急救中心最大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有10几张专门用作急救的床位，没有单独的隔间，每一个床位之间使用隐私帘，拉起来作为隔断的。所有送来急救、暂时脱离危险的病人都会先安置在这里，也方便急救中心的医生随时检查他们的情况。不过这些人彼此并不知道其他人的遭遇。汉克此时被推出来，一路途经那些隔断时，才赫然发现这他妈一个个隔间躺着的都是自己的战友。他看到其中一人也看见了自己，四目相对，便赶紧问：“安格鲁，你怎么回事啊？”安格鲁郁闷又虚弱地说道：“该死啊，汉克，我他妈的可能阳痿了，吃了一把西的那非片都没起效，人就晕了，不知不觉中就被送到这里来了。我3分钟前刚睁开眼。”说完又问：“你呢，汉克？你是什么情况？”汉克惊讶又愤怒地说道：“狗屎，我跟你一样啊，今天真是见了鬼了。”护士英语不错，听到他们交谈，便出声提醒：“你们2个情况都还没稳定，少说点话吧。”汉克问他：“护士小姐，你这是要把我送去哪里？”护士道：“把你送到单独病房。”汉克惊讶地问：“难道我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吗？”护士道：“这个要问医生，问我没有用。”说话间，汉克就已经被推进了附近的一个独立病房。护士刚把他安顿好，便进来2名穿制服的警察，其中一人看着他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金陵警方的警员，我现在需要确认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因为西地那非摄入过量，被送到医院急救？”汉克郁闷地说道：“我为什么会摄入过量？是因为我吃得多啊。”警察又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服用这么多西地那非呢？”汉克更郁闷了：“因为我硬不起来啊。”警察心中暗叹：
这帮老外倒是坦诚。于是他便隐晦地提醒道：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们国家，聚众淫乱是违法犯罪？汉克哭丧着脸，可我也没有聚众淫乱啊。我都说了，我硬不起来，属于有心无力啊。警官，你这么问，是不是故意嘲讽我啊？警察被他说的有点尴尬，这几句话问下来，好像确实是自己的问题啊。于是警察咳嗽2声，又问：其他那些因为过量服用西地那非的美国人，都是你的朋友吗？汉克点点头，是我的朋友。警察又问：你们是一起服用的西地那非吗？没有啊。汉克生怕被扣一个聚众淫乱的帽子，赶紧说道：我们几个来华夏来的比较仓促，根本就没有订到同一个酒店的房间，我们是分散在好几家酒店里入住的，而且我服用西地那非的时候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来。警察道：目前我们从医生那里得到的消息是，其他人都和你一样，全部都是过量服用西的那非被送来急救的，其中有一个人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。警察说完，疑惑地问：冒昧问一下，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患有勃起障碍吗？汉克颓然道：不可能啊，今晚之前我没有过这样的问题，无非就是不够持久，不够坚硬，所以需要辅助些药物。可是今天真是奇了怪了，吃多少药都不管用。警察心想，这都什么人啊，嘴上说我们来找你询问，就是想确认一下你们有没有聚众淫乱的情况，另外也想确认一下你们集体药物过量是不是有人下毒。既然都是你们自己服用的，而且你们也没有聚众淫乱的实际行为发生，那我们也就不多干涉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向你们的大使馆方面提出请求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也可以由我们这边代为联系。汉克吓了一跳，这么丢人的事情怎么可能通知大使馆？万一哪个嘴贱的家伙把消息传回国内，自己这老脸就丢尽了。于是他赶紧道：不用不用，我们恢复的差不多就出院了，而且我们打算今天就回美国了。那就好。警察也松了口气，道：那行，我们也就不打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抓紧恢复。警察说完便转身走了。汉克心里却有无数个为什么困扰着他，他心中琢磨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好像都挺勇猛的，怎么忽然之间就都阳痿了呢？这也太不正常了吧。